你这一生只会亲历一次自己的周期，繁荣、狂热、恐惧，走过便无法重来。幸运的是，世界早已走过无数次，回到那些已经结束的故事里，在轮到我们之前，先看懂它。一个资本谎言能活多久？庞氏骗局就是拿新客户的钱付老客户的利息，它每天都在变大，也每天都更难收场。它是迟早的事。伯纳德·麦道夫的骗局活了至少20年，不是没人发现，有一个人算得清清楚楚，他喊了8年，还是没人听。这一期讲的就是那8年。1999年秋天，波士顿一家叫 Rampart 期权公司，哈里·马科波洛斯在这儿做量化。公司在丢客户，客户都流去了一个人那里。那人每个月稳赚1%到2%，从不亏。老板让马科波洛斯照着做一个，把客户拉回来。他读了那份策略说明书5分钟。他后来说5分钟就够了，那东西写得很糟，然后花4个小时想把数字算回去，算不回来。他把麦道夫早期87个月的成绩摊开，只有3个月是亏的。同一段时间，标普500亏了28个月。马科波洛斯打过棒球，他后来说，麦道夫那个成绩要是搁在棒球场上，等于一个球员整个赛季打9乘6，而没人怀疑他作弊。棒球里打3成就是全明星，一整个赛季站上打击区100次，上垒96次，对面站着全世界最好的投手，看台上坐满了懂球的人，没有一个人站起来。2000年5月，他把材料送进证监会波士顿办公室。2001年又送一次，材料更厚。2005年11月，他写了一份20来页的备忘录，题目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冲基金是个骗局。上面列了30条红旗，其中一条是麦道夫管着几百亿美元，给他查账的会计事务所开在纽约郊区，全公司只有1个人。8年，3次正式提交，什么都没发生，钱还在往麦道夫那里进。2008年12月，骗局塌了。检方后来算出来，650亿美元，136个国家，37000人。名单公布之后，人们发现上面几乎没有傻子。斯皮尔伯格，纽约大都会棒球队的老板，个人的钱加球队的钱大约3亿美元。汇丰银行超过10亿，西班牙桑坦德银行旗下的一支基金31亿。国际奥委会，奥委会管钱的那位主席本人就是银行家，还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当董事。事发后，他对美联社说，奥委会的钱不是直接投在麦道夫的基金里，是投在那些投麦道夫的基金里的。这句话可以抄在名单上大多数名字旁边。几乎没有人是直接相信麦道夫的，所有人都是通过别人相信他的。麦道夫自己不卖，更奇怪的是，他还经常不卖给你。他的基金抢手到只有他亲自挑中的人才能进，连吉姆·西蒙斯想进都被他回绝了。西蒙斯是文艺复兴科技的创始人，华尔街最会算的那个人。佛罗里达棕榈滩有一家乡村俱乐部，据报道入会费30万美元。光有钱进不去，你还得证明自己每年捐给慈善的钱不比入会费少。麦道夫是会员，有报道说
这家俱乐部300来个会员里，多达1/3的人的钱在他手上。会员们在球场上打听的，不是麦道夫怎么赚钱，是怎么才能让他收自己的钱。于是全世界出现了一批中间人，纽约的基金，奥地利的银行，收费帮你越过那道绳子。这些机构叫连接基金，你把钱交给他们，他们把钱交给麦道夫，他们收的钱账上记的是管理费，买的是入场资格。麦道夫向连接基金收的费低得不像话，行业惯例收2成业绩提成，他基本不收。他把收费的机会整个让给了中间人，连接基金转身向自己的客户收，收多少都落进自己口袋。麦道夫用他不收的那笔钱买下了整个中间层。一个连接基金经理，他的钱是从这台机器里出来的，客户是他一个个拉进来的。明年的提成，看他明年还能不能再拉来一个。你去告诉他那个数字是假的，你不是在帮他，你是在动他的饭碗。所以这件事从来不是没人发现，是发现了，可没有一个人靠戳穿他挣钱。麦道夫没有买通任何人，他只是让所有人都在赚钱。在棕榈滩还有一层比钱更牢的东西，那些人不问麦道夫是怎么做到的，他们认识他，跟他打高尔夫，他是俱乐部的人。问难听的问题是外人才干的事，而外人已经被挡在门外了。还有一件事，他从不承诺暴利。最大的一家连接基金叫 Fairfield Century， 他拿去卖的材料上写着年回报11%上下，这在90年代的美股平平无奇，标普不少年份比这还高。他只是每个月给你一个正数，好年份正的，烂年份也正的，泡沫破了还是正的。他卖的不是高，是从不亏。名单上还有一个名字，埃利·维瑟尔，15岁被送进奥斯维辛，母亲和妹妹在下火车那天就死在毒气室里。他和父亲一起熬过了那座营，父亲死在下一座，离解放只剩3个月。他活下来，用一辈子写人是怎么对人作恶的。1986年拿了诺贝尔和平奖。他把自己的积蓄还有基金会的钱交给了麦道夫。2009年一场讨论会上，他说起自己是怎么被说服的。他说麦道夫身上有一个神话，一切都那么特别，那么独一无二，所以必须保密。他信了那个神话。那证监会呢？16年里，证监会收到过6次可信的举报，做过5次调查，1次都没查出来。2006年，他们终于让麦道夫本人来作证。有人问他要 DTC 的账户号， DTC 是美国所有股票交易最后落账的地方，麦道夫给了。他后来对证监会的监察长说，我以为完了。周一早上，他们打个电话给 DTC， 这事就到头了。那个电话没有打。3年后，监察长自己打了。DTC 的记录显示，麦道夫那个账户里的东西不到他账面上说的2%。监察长在报告里写，这可能是整个调查里最严重的失误。他们从来没找任何一个独立第三方核对过麦道夫说的交易。麦道夫后来提起那几个调查员，他说他们像神探科伦坡一样进来，翻他作废的支票，从来没看过他的股票记录。他说，你要是在查庞氏骗局，那是你干的第一件事。报告里还有一句话比腐败更难受，没有发现任何人受到不当影响，不是有人被买通了。同一段时间，还有另一批人，一些对冲基金经理自己查了一遍，算出了和马克波洛斯一模一样的结论。
然后悄悄躲开了麦道夫。他们没有报警，他们只是不玩。8年的举报没让这台机器慢下来，让它停下来的是一笔赎回。2008年12月初，一个客户要拿回70亿美元，麦道夫拿不出来。12月10日，他把2个儿子叫进办公室，告诉他们钱早就没了。当晚，儿子找了律师，律师打给了联邦调查局。第二天早上，探员敲开他家的门，问他这件事有没有什么无辜的解释。他说没有。2009年6月29日，联邦法官判他150年，法律允许的顶格。他当时71岁。2021年，他死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所联邦监狱里，82岁。马克·波洛斯从没见过他，也说过不想见。他后来把这8年写成了一本书，中文版译作《可惜无人倾听》。这台机器，麦道夫不是发明人。1920年，波士顿，一个叫查尔斯·庞兹的意大利移民说，钱交给他，45天涨5成。他自己不上街拉客，雇了一批代理，代理每拉来一个人，抽1成佣金，代理再发展下线，下线拿半成。于是整个波士顿都是替他说话的人。这些人不需要相信国际邮政券真的能赚钱，他们只需要知道，多拉一个人，自己多拿一份。4万人把钱交给了他。再往前21年，布鲁克林有个记账员用同一招卷走了100万美元，庞兹很可能是跟他学的。88年后，麦道夫把这套东西做大了，佣金变成了管理费，代理变成了银行。100年，同一台机器，他们都不需要相信这件事是真的，他们只需要它别停。麦道夫真正利用的不是信息差，信息一直摆在那儿。马克·波洛斯用的全是公开材料，他自己说过，任何人都拿得到。他没有内幕，他让你进不去，你想给他钱，他不一定要。一个把你挡在门外的人，你不会怀疑，你只会想办法讨好。在棕榈滩，他还是自己人，你不会去查一个跟你打了20年高尔夫的人的账，查账是对外人做的事。最要命的是最后一样，他让所有人都在赚钱。一台所有人都在赚钱的机器是没有敌人的，戳穿它，门就关了。名单上没有一个人想让那扇门关上，所以骗局从来不需要瞒过所有人，他只需要让所有人分到一杯羹，然后让唯一想问问题的那个人站在门外喊。马克·波洛斯喊了8年，他跟名单上那37000个人的区别不是智商，是他没有1分钱在里面。而如果他也在里面，他大概率也不会喊。Bernie Madoff, 70 years old, arrested by the FBI. Bernie Madoff has been arrested. He's the founder of Bernie Madoff Investment Securities. He's 70 years old. He's a... 比起亏钱，我们更害怕的是被留在门外，哪怕门里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谎言。